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故事。今天让我们走进千古一帝秦始皇的一生。公元前259年，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，一个叫嬴政的男孩出生在赵国。他的父亲子楚是秦国的王子，当时正在敌国赵国做人质。因为秦国和赵国的关系紧张，嬴政一家在邯郸过着艰难的生活，经常受到当地人歧视。直到8岁那年，子楚意外成为秦国国王，他们才终于回到秦国。13岁时，嬴政遭遇人生重大变故，父亲突然去世。按照古代传统，这个少年成为秦国第31任国王。由于年纪太小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丞相吕不韦和太后手中。但嬴政非常聪明，他22岁时开始亲自管理国家。先是罢免了吕不韦，后来又解决了母亲赵姬引起的政治丑闻，最终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。从30岁开始，嬴政展开了一场震撼历史的统一战争。他派出强大的军队，用10年时间先后消灭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6个国家。公元前221年，39岁的嬴政终于统一中国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——秦朝。因为皇代表伟大，帝代表神明，从此人们称他为秦始皇。成为皇帝后，秦始皇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。他废除各地诸侯，将全国分为36个郡，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，统一全国文字为小篆，使用圆形方孔铜钱作为标准货币，还规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。这些措施让不同地区的人们能更好地交流合作。为了加强统治，他修建了贯通全国的驰道，并把北方各国的防御城墙连接成万里长城。不过，秦始皇的统治也有黑暗面。他相信法家思想，在公元前213年烧毁了许多儒家经典和其他学派的书籍，活埋了460名反对他的学者，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。他还动用70万人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巨大的骊山陵墓，其中陪葬的兵马俑后来成为世界奇迹。晚年的秦始皇非常害怕死亡，多次派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，但都没有成功。公元前210年，49岁的秦始皇在巡视东方时病逝，他的遗体被秘密运回都城咸阳，安葬在布满机关的宏伟陵墓中。
由8000多个真人大小的兵马俑守护。虽然秦朝在他死后4年就灭亡了，但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统一概念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。秦始皇是中国统一的奠基人，也是标准化制度的创造者。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吗？不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1位皇帝，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。根据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的记载，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曾是商人吕不韦的妾。在她嫁给秦庄襄王之前，有人说她已经怀孕了，所以秦始皇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。但是，这个传闻可能是后人编造的故事。秦始皇和外星人，在东晋人王嘉写的《拾遗记》中，有一个关于秦始皇的奇怪故事。秦始皇一生都痴迷于神仙之事。有一天，一群来自宛渠国的人乘坐螺舟来到秦国。这种船像螺壳一样，可以在海底航行，但水不会进入船内。宛渠国的人非常高，有30多米。他们用鸟兽的羽毛遮体。秦始皇和他们聊天，发现他们知道很多关于天地初开的事情，好像亲眼见过一样。现代人认为，这可能是古代人对外星人的想象，更可能是神话故事。秦始皇的神秘死亡。秦始皇的死亡充满谜团。公元前210年，49岁的秦始皇在第5次东巡途中突然去世。关于他的死因，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。燕国的诅咒。秦始皇统一6国后，特别害怕刺客。这是因为他在年轻时曾遭遇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。荆轲是燕国派来的刺客。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。燕国的一位隐士用巫术诅咒了秦始皇，导致他在巡游途中暴毙。事实上，秦始皇晚年痴迷于长生不老。他让炼丹师为他炼制仙丹。现代科学家研究发现，这些仙丹含有大量水银和铅，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中毒。根据历史记载，秦始皇晚年经常头痛、失眠、情绪暴躁。这些症状与重金属中毒非常相似。水银做的地宫。秦始皇陵是中国最神秘的陵墓之一。根据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记载，陵墓中有用水银做成的江河和大海。现代科技证实了这个传说可能是真的。
科学家在秦始皇陵周围的土壤中检测到异常高的汞含量，证明陵墓中确实存在大量水银。水银是液态金属。古代的工匠如何将大量水银制成江河大海，这仍然是个谜。秦始皇陵至今未被正式发掘，因为考古技术还无法在不破坏陵墓的情况下安全打开它。陵墓中可能还有更多惊人的发现，比如传说中的机关陷阱和无数的金银财宝。秦始皇是中国统一的奠基人，也是标准化制度的创造者，但同时因为严酷统治和巨大工程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。正如长城既有雄伟壮丽的一面，也有无数劳工的血泪。秦始皇的故事让我们明白，伟大成就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复杂的代价。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让我们下个故事见。